朋友们，大家好。上回我们修这个笔记本是进水，然后不开机，是这个键盘进水了。它进水以后，键盘内部有短路的，所以它就不开机了。现在我从网上买了一个这个键盘，已经买回来了。这个键盘是银色的，买不到这个灰色，所以只能买到这个了。现在我们就把这个键盘给它换上。现在需要把这些主板还有一些元件都得拆下来。它这个键盘是从后边安装的，不像那种后本，以前的那种后本键盘是从前面拆的，这个只能从这个后边拆。把所有元件都拆下来以后，我们需要把这个铁皮给它拆下来，因为这个键盘在这个铁皮下边。我们用个工具把这个都给它撬开。现在终于把这个拆下来了，这个拆的比较费劲，我也是头一次拆这个。把这个拆完以后，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新的给它装上。现在这个键盘已经换好了，换好以后我们开下电脑。现在已经开了，然后我们试一下键盘，打开个浏览器。行，现在这个键盘挺好用，没问题。好了，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朋友点关注，再见。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修一台9阳豆浆机，这个问题是电机不转，客户说是，我们开机试一下，选上果汁档，启动一下。它就一直这样，电机不转，还是不转。然后我们把它拆开检查一下。这个豆浆机打开以后，我发现这个主板没问题，然后最明显的地方就是这个电机，这个直流电机这儿有个线头已经出来了，我拉近点距离看一下，看一下这个电机。这个是那个里边细胞线的线头，这儿都烧烂了，这儿。它这个问题就是电机坏了。现在我们把这个豆浆机通上电，然后打开以后，用万用表直流1000伏档，然后测一下这个电机上面的2个角，看它有没有电。如果有电的话，电机不转就是电机坏了；如果是没有电，我们再检查一下主板，那证明主板它还有问题。通上电，然后开机。现在上面有电，现在是328伏，有电。有电，电机不转，这个就是电机坏了。这个，我们给它换个电机就能修好。好了，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再见。剃须刀坏了以后，不用再花钱去修了，不管它是什么样的问题，也不管它是哪儿坏掉了，其实呢，我们只需要用一条手机充电线，立马就可以让它接着再用。这个方法呢，非常的简单又好用。今天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剃须刀，打开上面的开关。里边电机马达不转，而且呢，就是我们在给它充电的时候，上面的指灯也不亮，这就是个坏的。我们给它修复的时候呢，首先我们先把这上面的螺丝给它拆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修复方法，非常的好用。我们看，把这个螺丝拆掉以后，然后呢，先把上面这个盖子拿掉，接下来我们把这外壳再打开，拆开了以后，我们才能修复它。我们来看，我们能把它打开来以后，像这个剃须刀呢，我们来看。很多用时间长了以后，上面的电池会坏掉，不能用了，或者是上面这个板也容易坏的是比较多的。但是呢，剃须刀不管你用多长时间，其实上面这个震动马达用多长时间它也是不会坏掉的。我们给它修复的时候啊，我们来看，首先呢，我们把这个板上面这个螺丝也给它拆掉，
拆掉这个螺丝之后，然后呢，我们把上面这个板给它拿下来，来看一下。因为这两种坏的比较多，我们给它修复的时候啊，我们找个剪刀，先把马达上面这两条线，我们给它先剪掉，剪下来。剪下来以后呢，你看电池还有这个上面的主板，我们不需要用它了。然后呢，我们用打火机把这两个线头分别给它先拨出线头，给它先烤出来。我们看，烤出来以后呢，接下来就这个样子的，我们再找一个报废的手机充电线，是吧？我们把这个小头这边给它剪掉，剪掉以后拨出来线头，就这个样子的，一条红色，一个灰色，留下了这两条线。我们分别呢把两条线给它接上，红色的接红色，我们看给它接起来，红色的接红色，然后呢另外一条这个灰色的接这条黑色的，把这两条线接起来。给它接好了以后，然后呢我们给它插上绝缘胶带，扎好绝缘胶带了以后，然后呢我们把这线给它捋一下，放到原来这个槽里面，就这个把线从这个口儿出来。然后这边的塑料壳这边呢，包括这个充电的插头也不需要用它了，这些都不用了，我们用这个外壳就行了。把线放到里面，然后呢我们把它安装起来。修复好以后呢，我们来测试一下。使用的时候啊，就把这个 USB 接头给它插到手机的充电头上面，然后呢把它插到插排上面。我们来看，充完电以后直接就转动了，是不是？就这么简单就修复好了。无论剃刀哪儿坏掉了，我们都可以接条线就可以修复好它。这方法非常的好用啊！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又到了个快件，我们拆开看一下，看看是个什么东东。这是一个防盗器，就是我们家里边啦或者店里边都可以安装。这个是我春节回去以后给老家一个朋友带的。前一段时间那个朋友他家里边不是他店里边让人家给盗了，把门给撬了，所以说他让我给他买了这个防盗器。我们把这个拆开看一下，这个是个说明书，这个没有用。这是一个主机，然后这个是门磁开关，这个是红外探头，然后这个红色的是个外置报警喇叭，这是两把钥匙，这个是电源。我要的这款它可以直接往外打电话，假如有异常的情况下，它报警的同时它会给手机打电话，这个前提是把手机号码输在这个机器里面。这后边这是插电话线的，然后他家里边挨店里边也非常近，用这款就行了。还有比这个更高级的是可以插手机卡，是不需要电话线的。这个防盗器的主机里边是有内置电池的，就算在室外给家里边断了电，它也照样可以用。这是开关，我们打开。欢迎使用智能语音型报警系统。打开以后，我们可以演示一下，就是这个门磁开关具体需要怎么用。这个装在一扇门上面，这个装在另外一扇门上面，或者是装在门框子上面。这两个是这样的，如果这两个门别人一进来，这门一打开，然后他就开始报警。我现在给大家测试一下。现在我们用这个遥控上面有个锁，把这个给它锁上，就是设防了。布防。现在已经布好防了，然后我们演示一下。小喇叭是非常响的，这个。好了，视频已经到这里了，喜欢的朋友点关注，再见。冬天出门买菜接送孩子，或者是上下班，瞧着最不起眼的电动车，却总能秒杀汽车、摩托车，成为我们最青睐的交通工具。冬天随着气温的不断下降，我们的电动车续航能力也越来越短了，感觉能比夏天少跑一半的路程。为了解决这种苦恼，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点，我们的电动车电池一般都是铅酸蓄电池，它的最佳充电温度是25度左右。冬天室外温度比较低，温度越低它的活跃性就越低，内阻增大，
电池容量变小，充电效果也会随之下降，所以冬天最好把电动车放到室内充电，这样电瓶的蓄电能力就会增加，行驶里程也会相应延长。第二点就是我们在冬天骑行的时候，也要注意自己的行驶习惯，尽量避免在行驶过程中急刹车或者猛加电门启动，因为电动车在重新起步的时候，电量消耗是最大的，行驶中要中速或者匀速行驶，尽量不要一下急刹车一下猛加电门。第三点，冬天电瓶千万不要亏电使用，电量到 30% 后就需要充电，这样有利于电池处于浅循环状态，从而电池的寿命也会延长，并且尽量每次充电都要充满。最后总结一下，归根结底，好的驾驶习惯和平时检修维护才是保证电动车正常运行的关键。另外，电瓶是电动车的核心部件，大家在选购或者更换时，一定要选择知名厂家或品牌，千万不要图便宜，特别是便宜的有可能是翻新电瓶或者劣质电瓶，质量无法保证。讲的这几点大家都记住了吗？喜欢的朋友请来个一条龙服务，评论、转发、点赞加关注。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修一块这个12伏4.5安的开关电源，它这个电源的问题是输出电压偏低，我们用弯表测一下，看一下它的电压输出是多少。通上电以后，我们把弯表调到直流20伏档来测一下，这个是11伏多到12伏一直在这跳，电压输出不稳，确实这个电源有问题。我们把这个电源拆开看一下，看看是什么问题。现在这个电源已经拆出来了，拆开以后，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像这种情况，输出电压不稳，一直跳变的这种情况，一般的都是电容鼓包会出现这种问题。这几个电容看的没有鼓包，然后我们再检查一下这个主滤波电容。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主滤波电容已经鼓包了。看一下这个已经鼓了，这个电容是一个250伏82微发的电容。我们找一个同型号的给它换上。现在找了一下，没有和这个一样型号的，我找了一个400伏的，比这个耐压值更高。然后这是100微发的，比这个容量稍微大一点，不过也没问题。然后我们这个个头也大点，我看着个头也可以安装上去，我们就把这个给它装上。这个装的时候正负极一定要装对了，还行，正好能放里面。把这个电容换好以后，我们就通上电，然后再量一下它的输出电压。现在是12.15伏，行，现在输出可以了。好了，这个电源就修好了。这个电源的问题就是这个电容鼓包引起的。像这种故障，一般在维修电源的时候，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这种，好了，这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再见。朋友们，大家好，现在修一台洗衣机。它的洗衣机问题是，它原先是一打开盖后，然后它这个就不能洗了。现在是啥？就是关盖它也能洗。它这个还有一点就是在脱水的时候，这个桶如果放不平的话，这个洗衣机乱跑。它有时候就掉地上了，他自己也不会停。他说这个以前让维修师傅修过，我们现在拆开检查一下。现在这个洗衣机打开以后，我们看到这个就叫安全开关，它有2个作用。第一个作用是掀开盖的时候，它这样直接就断电了；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在脱水的时候，这个桶如果甩得厉害的话，它这儿会碰到这个开关，它会断电。他这个以前修的时候，就是那个师傅直接把它线给直接短接住了，所以它这个就不起作用了。然后所以这个再碰的话，它也不会断电。现在出现这个情况，我们需要现在把这个下位开关拆下来，然后换一个新的。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洗衣机它这个门的安全开关。关上门以后，
这个门往上一抬，往上一扳，然后它这个2个触点它就导通了。然后在甩的时候，如果甩筒晃动特别厉害的情况下，它会碰这个筒，一碰这个的话，然后它就断电了，这2个就不通了。它原因是把这2条线直接接住了，它晃动如果晃动太厉害的话，它也偏的情况下，它不会断电了。这个安全开关最好不要短接，还要必须得用上。你要不用上的话，它在脱水的时候，如果甩筒不平衡的话，它会噪音特别大，然后洗衣机也会来回的跑。今天我才知道，原来把一个铁垫塞到电钻里面，居然还有这么大的一个妙用。它在我们生活当中啊，非常的有用。具体可以做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像家里呢，我们平时如果接这种硬水管的时候，如果没有对接头，很多人啊都比较头疼的问题，没有办法接一起了，是不是？其实呢，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啊用一个铁垫就可以快速的把它们2个接在一起。接好以后呢，无论这个水压再大，它也不会把它撑开，而且它也不会漏水。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好用，给大家呢来分享一下。首先我们来看，我们找一个铁垫，第一步啊找个铁垫，这个铁垫这个直径啊一定要和这个水管这个直径大小差不多才可以。如果找不到大小合适的，其实呢我们找一个只要比这个水管直径大的都可以不管它大多少都可以使用的。遇到这种大的怎么办呢？你看这个就大的太多了，大的太多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把它给修整一下。我们来用个钳子这样把它给夹住，然后呢我们再用另外一个钳子这样把它折一下。因为有时候找不到合适的，其实我们就可以只要找一个比它大点的都可以。我们这样把它折一下，折成这个样子以后，然后再来对比一下，扣到这边，你看这样呢直径大小就可以了，是不是？接下来我们把它塞到电钻里面，我们看，我们把它拧紧了以后，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在这个水管里面，给它先扩下口。我们来看，你看很轻松就可以把这个水管这头扩大了，是不是？扩了一个喇叭口出来。扩完口以后呢，我们来看，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水管塞进去来测试一下，你看是没问题的，可以把它塞进去。然后呢我们在这儿给它抹点防水胶，抹好防水胶以后，我们把水管给它接在一起。接好了以后我们来看，然后呢到最后可以在这儿给它绑个铁丝，或者是给它套一个这样的包箍，都可以给它拧牢固了。这样接好的水管无论水压再大，它也不会漏水，而且也不会把它撑开。这个呢就是用一个铁垫快速接水管的方法，非常的好用。好了，视频感谢大家观看。锂电池出门让电坏掉了不要扔，其实呢我们只需要用一条报废的手机充电线，只需要10秒钟就可以快速的给它激活修复好。修复好以后再用个2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个方法呢非常的简单又好用，今天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我们来看这2节电池，就是无论怎么充给它也充不上电，不能使用。我们先把它放在这个专用的充电器上，再来看一下。我们看没充电的时候它是绿色的灯，我们把它放上来看一下，还是绿色的灯，就说明它没有充电。如果充电的时候它会亮红色的灯，那么我们就开始给它来修复。修复的时候呢，我们在家里找一条报废的手机充电线，然后把这个小头这边给它剪掉，剪掉以后呢就是这个样子的。它这里面会有4条线，然后呢我们把其他的2条给它剪掉，不需要用它，只留下这条黑色的和红色的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把这2条线分别给它先就这样给它先窝一下，窝个球形状。窝好了以后呢，这条红色的线它是5伏的正极，我们把它接在这个电池的正极上面。我们看电池正极呢都是这个小头这边，这儿有个加号，它就是正极，我们把它接在正极上面，用个电工胶带把它粘上。好，这边粘好了以后，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黑色的接在负极上面，黑色的是5伏的负极，我们还是用这个胶带给它粘上。粘好了以后呢，接下来我们把这个 USB 接头这边呢给它插上手机的充电头。插好以后，我们把它插到插排上面，这样呢就可以快速的给它激活修复了。大概呢修复个10秒钟，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插头给它先
拔掉，拔掉之后过个几秒钟，然后呢我们再把它插上，就这样大概循环个5、6次以后啊，就可以给它激活修复好。我们先让它修复一会儿。我们在修复的过程中，手摸一下这个电池有没有发热发烫，如果发现发热发烫的，直接把这个电源给它拔掉。像这种一般10秒钟它是没问题的，不会发热的。我们给它修复几次以后，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插头给它拔掉。拔掉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它里边到底有没有电，把它修复好了没有。我们还是用这个充电器，我们来测试一下。现在是绿色的灯，我们把它放上来看一下。你看现在变成红色的灯了，是吧？红色的灯呢，就说明已经给它充电了。不能充电的时候它是绿色的，现在是红色的灯，就说明已经给它激活修复好了。另外一块电池也可以按照这个方法给它激活修复好。这样呢，给它激活修复好以后的电池啊，再用个2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好用。好了，视频感谢大家观看。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做一个这个特尖表笔。这个表笔它买的时候它也不够尖，就算买的特尖表笔它也不好用，因为它这个尖度不，它硬度也不够。像量一些这个电磁炉主板啦，或一些别的主板，它上面都有一层漆。有层漆的情况下，我们用这个表笔在测量这些原件的时候，它是很不容易测的，一般测不准都。通常就需要用个刀片给它刮一下，然后才能测。这种测法特别麻烦。我们现在用2个钢针，然后自己做一个特尖表笔。这个钢针有点长，我们可以拿钳子给它掰断，然后这个长度有正长就可以了。拿钳子把它剪断。剪下来以后，我们找一个这个废电线，把这皮剥掉以后，我们用这个里边的细铜丝，然后在这个上面缠，把这个针和这个表笔尖儿给它缠在一块儿。这2个缠好以后，我们就用电烙铁把这儿都给它焊住。把这一圈都焊好以后，我们就再套个热缩管。把这个也套上，然后我们用一下。好了，现在用的非常方便。这个特尖表笔现在已经做好了。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修一台苏泊尔电磁炉，它这个电磁炉的问题是不通电。我现在已经打开了，我们检查一下主板。检查主板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检查这个保险。这个保险你看一下，这个里边都炸成这个样子了。像这种情况是有后级有严重的短路才会炸成这样。这种情况我们不要直接更换保险，如果更换的话，换多少都得烧坏。炸保险一般的这个散热片下面的 IGBT 也会跟着击穿。这个就是 IGBT， 我们用完表2级广档测一下，看它有没有击穿。我们现在测一下，这个 IGBT 已经击穿了，现在它已经烧坏了。像这种情况，一般的 IGBT 是不会烧坏的。像这种情况，一般的就是康通斯虚焊或者是谐振电容、滤波电容虚焊
它才会烧 IGBT。我们仔细看一下主板这儿，这是一个无违法的滤波电容，它的一个引脚，这儿虚焊以后，它导致 IGBT 炸管，然后炸保险。就这儿是这个无违法的滤波电容。我们现在需要把这儿给它加焊住，然后把 IGBT 拆下来，然后再测一下整流桥，看它坏不坏。如果不坏的话，这个电磁炉就修好了。然后我们再测一下整流桥，简单的测一下就可以。如果它没有击穿，就证明它一般就不会坏。这整流桥不坏，然后我们就装个新的 IGBT 装在这个位置，然后在这儿给它加焊一下，再试一下机。电磁炉装好以后，我们通上电试一下。通电试的话，最好是用上这个维修插排。维修插排它是中间串上灯泡的，这个是我们插在上面。然后这个灯泡微亮，它微亮是没事的。它这个主板上电磁炉主板是有个大的滤波电容，这个没事儿。然后我们把这个插排关一下。好，现在灯泡也不亮，它没问题了。我们现在烧点水试一下。好了，现在这个电磁炉就已经修好了。今天我才知道，原来用根电线就可以快速的修复好烙铁头氧化发黑不粘细的问题。这个方法呢，非常的简单又好用，而且呢还不用花一分钱。给它修复好以后，其实比新电烙铁还要好用。我们来看这个电烙铁，首先我们看啊，它就是一点也不粘锡了。我们来看，根本粘不上，你看没？这个锡化了以后呢，我们仔细看，往上面粘是不是？你看都掉了，它也粘不上去。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修复方法，其实非常简单。我们呢用个这个电线就可以了。首先呢，我们来看，先把这电线给它先弄开。我们制作一个工具，非常的实用。我们呢先把这个电线给它先剥除外皮。我们把这个线呢一定要记得给它剥的稍微长一点。我们看大概呢有个20公分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把它先剪断。剪断了之后，然后呢，我们用钳子给它来制作一个工具，这样来给它折一下，先来折一个这样的，给它折过来，折成这样以后，然后呢，我们把这头给它往上掰一下，让它起到一个这样的稍微往上翘一点的效果。然后呢，我们用这个钳子把这根部夹住，夹住之后，然后呢，可以要到这边用手把这个铜线给它缠绕一下，缠绕的让它紧密一些。我们看，这样一圈一圈的，让它完全都挨在一起，大概就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给它来修正一下，这头呢用不到这么多，我们就可以把它给剪掉。剪完之后，然后呢，我们来看，把这头再给它捏一下。捏完以后呢，我们来看，制作好了以后就这样子的。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到这边。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电烙铁上面这个螺丝给它拧松。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电烙铁头给它拿掉。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给它塞到电烙铁里面，然后呢拧紧螺丝，把它拧牢固以后呢，效果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来测试一下，看一下化锡效果怎么样。测试一下，我们看没问题，是不是很轻松就可以把锡画上了？是不是？我们来焊个线头来测试一下，看看实际效果怎么样。画锡速度非常不错。我们来看，先点点松香，再来焊接线头。你来看，非常的好用啊！你看，很轻松就可以把这个线焊上了。我们看一下焊的效果怎么样？非常的圆润，非常的饱满。这个啊，就是烙铁头氧化不粘锡的时候，其实我们用个电线就可以快速的解决问题，方法非常的好用。朋友们，大家好，现在修一台这个热水器，它这个问题是电源指示灯亮，有电不加热。然后拆开检查一下。这个拆开以后，发现这两根线，这两个是发热管上面的线，都烧成这个样子了。
这一条也是都烧坏了。现在我们就需要把这条线给它剪掉，换2个卡子，然后把这个上面的锈都给它清理一下先。现在这2个端子，然后把这个锈用刀片都刮了，刮好以后，这插片也换上新的了，然后我们把它都插上。现在把这个线都扎好以后，我们就扣上盖儿，通上电试一下。好了，现在这台热水器已经没问题了，就到这里了，再见。